你不是不够好，只是还没停止否定自己。这句话不是用来安慰的，而是在很多次你已经走得很远，却仍然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，才会慢慢听懂的真相。你一直以为问题出在能力，不够努力，不够聪明，不够稳定，不够快，所以你不断修正自己，修正表现，修正情绪，修正想法，修正那个你以为还不合格的样子。你很少停下来问，到底是谁一直在说你不够好？你把否定当成一种提醒，好像只要再严格一点，再清醒一点，原生就会对你温柔。于是你习惯在每一个当下先质疑自己，事情还没完成，你先说自己不行，选择才刚做出，你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错了，情绪才刚浮现，你就责怪自己怎么这么脆弱。你不是没有前进，你是在前进的同时一直拉住自己。那样的你怎么可能感觉得到自己其实很好？因为每一次刚站稳，否定就把你拉回来。你以为那是谦虚，是自我要求，是对人生负责，可其实那是一种长期的自我取消。你否定的不是错误，而是存在。你不是在修正行为，你是在质疑自己有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久而久之，你开始感觉很累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你一直在内在为自己设下考验。你必须够好才可以安心，你必须做到才可以被肯定，你必须撑住才可以留下来。但你没有发现，你早就撑了很久，你早就走过很多你当初以为走不过的地方，只是那些经验从来没有被你算进我其实已经够了的清单里。因为否定让你看不见累积，它只会放大缺口，却不会承认完成。直到有一天你真的走不动了，不是因为你不行，而是因为你发现你一直在和自己对抗。那一天也许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你只是突然意识到你已经很久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。你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不是不够好，那我到底在否定什么？那个问题让你安静下来。你第一次没有急着修正，没有急着振作，没有急着证明，你只是看见原来那个觉得不够的声音一直都在，而你一直都相信了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件事，不是立刻就不否定了，而是你第一次没有那么快附和它。你开始停一下，停在那个我是不是又在否定自己了的瞬间。那个停非常重要，因为否定需要速度，它害怕你看清楚。而当你慢下来，否定就失去了力量。你开始发现，很多你以为的不够，其实只是还在路上。很多你以为的失败，其实只是过程。很多你以为的缺陷，其实只是人性。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一直不允许自己完整出现。当你开始停止否定，不是变得自满，而是变得诚实。你承认你会累，你承认你会怕，你承认你不是每一刻都那么确定。但你不再因为这些事把自己踢出局，你开始站回自己身边。而就在那个站回来的瞬间，你会慢慢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稳。不是因为你突然变好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再用否定拆散自己。你开始用完整的自己走在生活里。那个时候，你会明白一件事，你一直在找的那个我什么时候才够好的答案，其实不是在未来，
它在你停止否定的那一刻就已经出现了。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终于开始学会不要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。你不是迷路，只是在走一条更深的路。这句话不是用来否认你此刻的困惑，而是在你已经走了很久，却开始怀疑方向的时候，轻轻提醒你的一件事。你曾经很确定要往哪里去，确定什么才算前进，确定只要照着某个方向走，人生就会慢慢清楚。可是后来，路开始变得不一样，标记不再明显，回馈变得缓慢，你走着走着，开始听不见掌声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走错了？你看见别人好像都有清楚的地图，而你却走进一段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路。那时候的你很容易对自己下结论，是不是我不够果断？是不是我选错方向？是不是我其实不适合这样走？你把不确定当成迷路，却没有发现你只是走进了一条没有现成答案的路。这条路不靠指示牌，它不告诉你多久会到，也不保证你一定会被看见。它只要求一件事，你必须越来越靠近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在这条路上，你开始问一些以前不会问的问题。我到底在为谁而走？如果没有人看见，我还愿意继续吗？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这些问题不会让你更快，却会让你更深。你开始看见，原来你不是在找出口，你是在找一致。你不是想离开困惑，你是想走的真实。所以这条路走起来会比较慢，因为你不能再只靠模仿，你不能再用别人的速度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你必须一边走，一边感受，一边怀疑，一边留下来。那种感觉很容易被误会成迷路，因为它没有掌控感，没有安全感，也没有立刻的回报。但其实你没有偏离，你只是从表面的方向走向更深的层次。你正在走的不是成功最快的路，而是最不容易再走回头的路。因为一旦你走过，你会知道什么是真的不适合你，什么只是暂时不顺。你会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，不是因为你更厉害，而是因为你更诚实。这条更深的路不会急着给你答案，它会先让你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期待，放下必须被肯定的渴望，放下必须很快抵达的压力。然后你会慢慢站得更稳，不是因为你终于知道要去哪，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需要再假装确定。你不是迷路，迷路的人会急着回头，而你还愿意走下去。即使不知道前方会怎样，即使偶尔想放弃，你仍然没有离开自己。那不是迷路，那是你正在走一条会让人生变得更厚实的路。也许现在的你还无法替这段路命名，但有一天，当你回头看，你会发现，正是这段看似混乱的时期，让你真正成为你自己。你不是迷路，你只是没有走在别人熟悉的方向，而那往往正是最值得走下去的地方。你不是卡住，只是在酝酿。这句话不是用来否定你此刻的无力，而是在你什么都推不动，却又无法真的放下的时候，给你的一个重新理解。你以为自己停住了，事情没有进展，方向没有回应，努力看起来像是被丢进一片空白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一步走错了？
是不是该更积极？是不是该更果断？是不是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行？你看见别人前进，而你却在原地，那种对比很容易让人下结论：我卡住了。可是你没有注意到，你内在其实并没有停，你只是不再用旧的方式推动。你开始对很多事提不起以前那种冲劲，不是因为你懒，而是因为你知道再硬推只会更耗。你对一些选择变得犹豫，不是因为你不确定，而是因为你开始在意这是不是你真正要走的路。这些状态很容易被误解成卡住，但其实它们更像是正在酝酿。酝酿不是空白，它只是暂时没有形状。就像很多真正重要的转变，在发生之前都不会有声音。你看不见进度，是因为事情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整合。你的价值观在重新排序，你的界限在慢慢成型，你的方向感正在从模仿转为内建。这些事情不会立刻产生成果，但它们会决定你之后走得稳不稳。如果你真的卡住了，你早就离开了，你早就不再想，不再感受，不再问自己这一切有没有意义。可你没有，你只是暂时没有行动的冲动，因为你的内在正在调整，它在等一个更对齐的时机，不是更安全，而是更诚实。你会发现，在这段看似停滞的时间里，你对很多事情的容忍度变低了。你不再愿意为了前进而前进，你不再想用消耗换取速度，你开始在意走下去会不会失去自己。这不是退化，这是成熟。只是成熟的前段常常看起来不像进步，因为它不炫耀，不急着证明，也不需要掌声，它只在内在慢慢发酵。你现在的状态也许很闷，很慢，很难说出口，但那不代表你没有在走，你只是走进了一段需要等待的区间。像土地在翻整之前看起来混乱，却正在为下一次生长准备空间。请你不要急着替这段时间下定义，不要那么快的说自己不行了。你不是卡住，你只是正在让一些旧的东西退场，让新的东西有地方进来。那个过程不会很快，也不会很明显，但它很关键。因为一旦酝酿完成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突然接得上了，不是因为你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站在对的位置上。所以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推不动，也不想勉强自己，请不要急着责怪，这不是停滞，这是准备。你不是卡住，你只是在为下一步累积真正够用的力量。你不是退后，而是再回到中心。这句话不是为了美化你此刻的停顿，而是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方向的时候，给你的一个更真实的理解。你可能感觉自己慢了，不再那么冲，不再那么想证明，不再急着站在最前面。你看着以前的自己，那个很拼、很撑、很有目标感的样子，心里忍不住问：我是不是退步了？我是不是不够积极了？我是不是正在失去什么？但你没有注意到，你其实不是在后退，你是在往内走。以前的你很努力往外扩张，扩张能力，扩张角色，扩张存在感。你想站得更稳，所以不断往外抓，抓认同，抓成果，抓那个能让你安心的定位。
而现在的你开始把手收回来了，不是因为你不需要世界，而是因为你发现，再怎么往外抓，内在如果是空的，你还是站不住。所以你慢下来，你开始对一些事不再那么有反应，不是冷淡，而是你不想再为了不重要的东西耗能量。你开始对一些选择变得谨慎，不是害怕，而是你终于在问，这是不是我？这是不是我愿意长期待在里面的状态？这样的转变很容易被误会成退后，因为它没有速度，没有成绩，也没有立即可见的进展。但其实这是一种回到中心的动作，你正在把散掉的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，把为了讨好而妥协的部分收回，把过度承担的责任放下，把不属于你的期待慢慢卸掉。这些动作从外面看像是停滞，但从内在看却是对齐。你不再一直调整自己去适应外界的节奏，你开始调整节奏，让自己能够留下来。这不是退后，这是你终于发现，真正的稳定不是站在最前面，而是站在自己身上。回到中心，意味着你不再那么容易被拉走，别人的进度不再那么动摇你，外界的声音不再那么容易让你怀疑自己。你开始有一个不需要一直解释的位置，那个位置不张扬，却很踏实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在这段回到中心的时间里，你变得比较安静，不是没有想法，而是不再急着表态；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不再用焦虑确认。你在等的不是机会，而是一种内在的一致。一旦那个一致出现，你会走得很清楚，不需要推，不需要撑，也不需要反复怀疑。现在的你也许还说不出自己正在走向哪里，但你很清楚，你不想再离开自己。那个选择比任何快速前进都来得重要，因为你终于知道，走得再远，如果不在中心，都会很累。而当你回到中心，你不需要急，你不需要证明，你不需要用力往前，因为你站的地方本来就能常出路。所以如果你此刻觉得自己好像慢了，好像退了，好像跟不上了，请你温柔一点看待自己。你不是退后，你只是终于停下来，回到那个不需要撑也不需要演的地方，而那个地方才是真正能让你再次前进的起点。你不是慢，只是走在更深的层次。这句话不是为了替你的迟疑找理由，而是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于世界的时候，给你一个更贴近真相的角度。你最近可能常常觉得自己慢了，事情推不太动，决定做得比以前少，回应也没有那么快。你看着别人，好像一个个都很清楚方向，很快做出选择，很快往前走，而你却站在原地，思考、感受、反复确认。那种状态很容易被贴上一个标签，你是不是慢了？你是不是退步了？你是不是不够果断？但你没有看见的是，你其实不是慢，你只是走进了一个不能用速度衡量的阶段。以前的你走的是表层的路，那条路有清楚的指标，有明确的回馈，只要努力就能往前推进。而现在的你走的是深层的路，这条路没有标准答案，没有及时回报，也没有办法用比较来确认位置。它要求的不是快，而是真。你开始在意这件事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，你开始感觉到
有些看起来正确的选择，其实会让你慢慢失去自己。你开始无法再用以前那种硬撑、硬冲、硬推的方式前进，不是因为你不行，而是因为你已经知道那样的走法代价太高，所以你慢下来，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对齐。你在对齐感受，对齐价值，对齐那个你愿意长时间成为的人。这些对齐都需要时间，因为他们不是在外面找，而是在里面听。而听本来就快不起来。你现在的步伐看起来没有成绩，却在打很深的基础。你正在做的不是推进，而是校准。把不属于你的期待调掉，把假装适合的方向拿开，把过度消耗的节奏慢慢放下。这些动作从外面看像停滞，但从内在看却是非常精准的前进。因为一旦这个层次没有走过，你之后走得再快，都会不断回头。你不是慢，你只是走到了一个不能再只用意志力往前推的地方。你需要一致，需要踏实，需要那种不用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的感觉。这些东西不会在赶路时出现，它们只会在你愿意停下来确认方向时慢慢浮现。所以如果你此刻感觉自己比以前慢，比别人慢，比预期慢，请你不要急着责怪。你不是落后，你只是走深了。而深度本来就不吵也不急，它安静却很稳。等你走过这一层，你会发现之后的每一步都不需要再反复修正，因为你走的是对齐过的路。你不是慢，你只是选择了一条不容易迷路的方式前进，而那条路看起来慢，其实会带你走得很远。你不是停滞，而是在重新对焦。这句话不是为了替你此刻的安静找借口，而是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不动了的时候，给你一个更贴近内在实况的理解。你可能感觉一切好像慢了下来，事情没有明显进展，热情不像以前那样高涨，连想要努力的方向都变得模糊。你站在那里，看起来没有前进，心里却一直在转。那种状态很容易被误会成停滞，好像你失去了动力，好像你错过了时机，好像你没有以前那么有冲劲。可你没有发现，你其实不是停止了，你只是没有再把力气丢在不对的地方。以前的你可能很习惯向外对焦，对焦成果，对焦回应，对焦别人怎么看你。只要画面清楚，只要进度明显，你就知道自己在走。而现在的你开始把焦点慢慢拉回来，你在看感受，看是否一致，看这条路走下去会不会把你弄丢。这样的对焦不会有速度感，它不会立刻产生成绩，也不会马上得到掌声，但它非常精准。因为你不再只是问能不能更快，而是在问能不能走得久。重新对焦常常看起来像停住，因为你暂时不再往前推，你在调整视角，把模糊的地方看清，把偏掉的方向拉正，把不属于你的期待慢慢移出画面。这些动作都发生在里面，外面的人看不见，连你自己有时也会怀疑，这样到底算不算前进？但你心里知道，如果没有这一次对焦，你再走下去，只会越来越不确定。你开始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冲动，不是因为你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你在确认，这是不是你真的要的。你开始对一些选择感到迟疑，不是因为你害怕，
而是因为你不想再为了前进而前进。这不是停滞，这是校准。就像相机在拍清楚之前，一定要重新对焦。画面会短暂模糊，但不是因为失焦，而是因为正在找准位置。你现在的状态也是这样。你不是走不动，你是在确定接下来要把力量放在哪里。当你重新对焦完成，你不会需要用力推，方向会自己变清楚，步伐会自然接上，行动也会变得简单。因为你知道，这一次你不是被拉着走，你是站好之后才往前。所以如果你此刻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进度，请不要急着否定。你没有停，你只是没有在浪费力气。你正在重新对焦，把人生的镜头对准真正重要的地方。而那个地方一旦对准，你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会更稳，也更远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